阿拉巴马是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该州除沿海地区外，主要由平原组成。第一批在该地区定居的是半游牧的古印第安人。随着玉米和豆类作物的种植，伊利诺伊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形成了被称为卡霍基亚的城市。就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进入该地区之前的2个世纪，卡霍基亚的人口达到3万人，直到19世纪，当地人口的规模才超越了这个记录。阿拉巴马州美洲原住民的历史反映在当地许多地名中。阿拉巴马河与阿拉巴马州的名字就衍生自阿拉巴马族。阿拉巴马族是一个讲马斯科吉安语的部落，在美国，估计有26个州的名字源于美洲原住民。1842年，杰克逊维尔共和党人报的一篇文章提出，阿拉巴马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休息。这个概念在1850年代通过亚历山大·伯福特·米克的著作而普及，但语言学家并没有发现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早在1528年，西班牙探险家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的属下就可能已经进入阿拉巴马州的南部，但11年后才出现了欧洲人进入该州的完整文字记录。在西班牙探险家德索托探险阿拉巴马1个半世纪后，2个法裔加拿大人于1702年在莫比尔河畔建立了第一个欧洲人定居点，他们将其命名为路易斯堡。1711年，该定居点因毁灭性的洪水而被遗弃，法国定居者随后将他们的村庄搬到了下游约27英里处，即现在的莫比尔镇。兄弟俩将新定居点命名为拉莫比尔。此后，拉莫比尔成为法属路易斯安那州首府达11年之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地区受到欧洲列强在北美发动的战争的影响，法国人和英国人都试图与印第安部落建立牢固的联盟。1763年的巴黎条约结束了英法7年战争。此后，阿拉巴马州北纬31度以南的部分并入英属西佛罗里达。10多年后，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将西佛罗里达割让给西班牙。当北美13州脱离英国后，北阿拉巴马州处于新成立的美国管辖之下，而南部则作为殖民地留在西班牙人手中。1795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接阿拉巴马州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墨西哥湾沿岸和莫比尔周边地区仍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1812年，美国国会声称莫比尔地区包含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4年，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占领了莫比尔地区，从此整个阿拉巴马地区都处于美国的管辖之下。1819年年底，阿拉巴马州正式成为美国第22个州。尽管美洲原住民免于奴隶制的命运，但他们逐渐被白人定居者的浪潮所取代。为了让白人有更多的农田，美国政府将1838年5月23日定为美洲原住民自愿搬离家园的最后期限。美洲原住民在武力威胁下被迫步行1200英里，到达所谓的印第安人领地，即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州。在美国内战前，富有的种植园主在高地地区肥沃的中部黑带建立了大型棉花种植园，这些种植园依赖于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劳动，数以万计的奴隶因此被运到该州。到1860年，阿拉巴马人口增加到964201人，其中近一半是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由于担心北方煽动者破坏当地的奴隶制，当林肯于186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阿拉巴马州以61票对39票通过了脱离联邦的法令。在保持独立共和国几天后，阿拉巴马加入了美利坚同盟国。随后，杰斐逊·戴维斯在阿拉巴马州国会大厦前宣誓就任邦联州总统。到了1861年5月，蒙哥马利在政府所在地迁至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之前，一直是邦联的首都。此后，阿拉巴马州成为新邦联国的粮仓和枪械制造厂。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头3年，阿拉巴马州远离战争现场，除了被占领的田纳西河谷外，它只受到联邦军队袭击的几次影响。在4年的战争中，阿拉巴马州的伤亡人数估计至少为25000人。战后，该州仍然以农业为主，经济与棉花息息相关。在重建期间，由自由民、南方白人联盟同行者和定居南方的北方人组成的新共和党控制了阿拉巴马政权。共和党混血联盟在该州创建了第一个公共教育体系，他们还建立了慈善公共机构。
随着铁路和油气管线向南延伸，南方的经济命脉逐渐被北方托拉斯掌握，这被有些人视为内部殖民。重建时期结束后，北方的政治势力逐渐寻求与南方妥协，南方各州政府、立法机构及法院重新被南方白人掌控。从1880年代开始，非裔美国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导致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大多数派别对非裔美国政客持不信任态度，3K 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874年，在3K 党的支持下，民主党以保守民主党的新名称重新夺回了州长席位，并于次年颁布了一部更保守的州宪法。不久之后，共和党政客们在各级政府中被系统性的解职。从1880年开始，加速的工业化为处境不利的白人和非裔美国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即使在棉花市场价格下跌的时期，采矿业、运输业和工业也为该州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接下来的30年里，阿拉巴马州的铁路里程扩张近3倍。到20世纪初，伯明翰的人口突破了10万大关，这使伯明翰成为美国南部第3大城市。随着腐败文化在阿拉巴马州政治生活中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渴望进行改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一部分，1901年颁布的新州宪法却剥夺了非裔美国人与贫穷白人的投票权。由于阿拉巴马州位于南方腹地的地理位置，以及缺乏资本和培训设施，导致该州在经济和技术上无法跟上美国其他地区的步伐。持续的种族歧视和私刑，加上棉花作物的欠收，导致数以万计的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初做出了离开该地的决定。与第2次世界大战的需求相关的工业发展为阿拉巴马带来了自内战前以来从未见过的繁荣景象。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重要性逐渐减弱。2战结束后，阿拉巴马州与其他美国南方州实行种族隔离。当时，蒙哥马利市一些地方经常挂着仅限有色人种或仅限白人的标志。尽管非裔美国人占公共汽车乘客的大多数，但非裔美国人乘坐公共汽车上班时，必须坐在后排标有色人种的座位上。有时，即使前面有空位，也必须站着。罗莎和她的丈夫雷蒙德想做点什么。1955年12月1日，辛苦工作一天后，罗莎坐在公共汽车的座位上。当一个白人上车时，司机让罗莎和其他一些非裔美国人站起来。罗莎拒绝了。随后，罗莎被控违反种族隔离法，并被要求缴纳10美元的罚款。那天晚上，一些非裔美国人领袖聚集在一起，决定抵制城市巴士。其中一位领袖就是马丁·路德·金，他是蒙哥马利改善协会的主席。抵制运动持续了381天。最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违宪。法律的改变并没有改变非裔美国人的处境。由于伯明翰是阿拉巴马州的工业和人口中心，1963年，马丁·路德·金选择在此发起废除种族隔离运动。超过25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以表明民权立法的重要性。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就是在这次游行中发表的。此次民权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权法案于1年后的1964年通过。8年后，联邦法院要求立法机关制定一项全州范围的选区重新划分计划，以纠正与人口模式相关的立法机关代表权不平衡问题。重新划分选区，加上联邦对选民登记和选举做法的监督，使数十万阿拉巴马州公民首次获得投票权。进入21世纪，阿拉巴马州在选举中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目前，阿拉巴马是全美第3大汽车出口基地，现代、丰田、本田和奔驰在该州设有工厂。空客、波音、洛马、贝尔直升机、通用电气航空等都在该州设有企业。